上次坠魔谷开启，众多修士入谷寻宝的事情，你们离昌州如此之近，应该知道一些吧？先将此事经过大概跟我说说。坠魔谷，此事晚辈自然知道。黄元明一听韩立竟问起此事，虽然心中有些诧异，但是想也不想马上回道。然后他略微整理一下相关的事宜，就接着说道：大量修士进入坠魔谷探宝，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因为鬼灵门找到稳妥的入谷方法，有数百名结丹以上的修士闯入此谷，去寻觅上古修士的遗宝。但坠魔谷中的确凶险异常，如此多高阶修士进入谷中，大部分也只在外谷游荡，仍有大量修士惨死在外谷禁制和空间裂缝中。能活着出谷的修士还不足原来的1半多。更糟糕的是，鬼灵门一行人进入内谷后，无意中放出了2只吞噬元婴的上古妖魔出来，鬼灵门门主等人当场陨落身亡，而这2只妖魔也真是厉害无比。据说进入内谷的元婴修士联手和其大战了一场，连3大修士中的魏前辈和木兰神师都先后出手除魔，才堪堪灭杀了其中1只，还让另1只安然逃出了坠魔谷。参加围攻的修士死伤惨重，不少有名有姓的前辈在此役中陨落而亡。不过坠魔谷不愧是上古修士的墓地，听说最后活着离开此谷的修士或多或少都有些收获，甚至有几名前辈真在里面找到了延长寿命、突破境界的灵丹和功法，当时轰动了整个天南修仙界。结果后来不少修士因此大为眼红，干脆不顾谷中空间裂缝重新布稳的期限，再次借用鬼灵门入谷传送阵进入坠魔谷中去。可是这一批近百修士入谷，却一个人也没有出来，这才吓出了已经蠢蠢欲动的其他修士，坠魔谷才再次成为禁地，无人敢闯。还有1只妖魔逃出了坠魔谷，此魔后来如何？韩立听到这里时，心中一沉，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。此魔的事情前辈不问，我也要给前辈说一下，因为这只魔几乎给整个天南修仙界带来了一场浩劫。韩立皱了皱眉头，一语不发，静等对方说下去。原本此魔刚逃出来，一些前辈曾经表示过，说此种妖魔是无法在我们人间久存，到时候会回归异界，因此一开始谁也没有放在心上。但是没想到这妖魔竟一直肆无忌惮，到处偷袭高阶修士，狂吞修士元婴，用来恢复元气。短短年许时间，就有6、7名元婴修士先后遭其毒手，仍没有丝毫会回归的样子。这时其他修士才知道，此魔不知用了何种方法，竟然有办法将自己长时间滞留于此界。如此一来，3大修士一起出面，专门集中10几名元婴中期前辈，组织了一个角魔队围剿此魔。不过此魔狡猾异常，根本不和角魔队硬拼，而是专门挑落丹修士下手，甚至还对木兰人也出手。结果惹得木兰人也专门派出一批大上师参加了角魔队。从那以后，这妖魔才开始无法摆脱修士和法师的联手围剿，被逼得到处逃窜，狼狈不堪。但这样的结果反而让此魔更加疯狂，最后不但袭击高阶修士，甚至对低阶修士也频频出手。据说在最后数月间，一连血洗了10几个修仙家族和数个修仙小派。这些家族和门派根本无人能挡起此魔，但也因此
他最后被一位垂死的魔道宗门长老种下了某种秘术，最终被角魔队寻迹追上，在丰都国的落魂山将其围住。听说元气彻底恢复的此魔修为几近化神期修士，共有2位大修士和1位木兰神师一起出手对付此魔，内战打的是天昏地暗，其他修士无法插上其手，整座落魂山主峰都被削成了平地。说到这里，黄元明顿了一顿，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骇然。韩立听到这里，心中同样震惊，3名元婴后期修士联手对付古魔，竟然还似乎没能短时间拿下。这恢复了元气的古魔，恐怕真的有些相当于化神期修士的神通。此魔是否在此战中就此灭掉？这个晚辈就不清楚了。有人说这妖魔当场惨死在这众修士的围攻中，还有的说他使用了不可思议的秘术，竟死里逃生，冲出了包围。晚辈家族能力有限，无法判断此事真假。不过从那次围剿之后，这魔头就在这天南销声匿迹倒是真的，恐怕真的已经形神俱灭。形神俱灭？韩立摸了摸下巴，略一思量，心中却对此不以为然。若真的就此灭掉此魔，魏无涯等人哪儿还会遮遮掩掩？多半是真出了什么变故，才弄得真真假假，故意不出面澄清此事。不过那魔头从此消失，这倒也奇怪。难道此战后此魔受伤太重，不得不躲藏起来养伤，还是干脆离开了天南？韩立想了想，觉得都有可能，无法判断哪种情况更有可能，就将此事暂时抛之了脑后。黄道友，20余年除了坠魔谷和妖魔的事情外，可还有什么大事发生？不管是哪一国的事情，都可说来听听。近些年的确是有一些事情出现，不过和坠魔谷事情一比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唯一一件惹人注意，同样闹得风风雨雨的事情，就是妖魔消失不久，无边海临近西国海岸，一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从这漩涡喷出大量的灵气，竟开始净化附近无边海面。而且围绕着此漩涡，还从海底浮现出7座小岛，每一座岛上都是灵气逼人，都具有难得一见的顶级灵脉。围绕这些岛屿的归属，3大修士甚至再次联手召开了一个夺岛大会，不少宗门都参与了进去。结果被7家修仙大派得到了小岛的所有权，而那个漩涡据说深不可测，有诸多修士潜入其内想要探个究竟，但一深入漩涡中就会出现巨大压力，并且压力会越来越大，让人无法承受。听说3大修士中的至阳上人也深入探究过一次，但是最终深入3000丈左右，承受不了那重逾万斤的压力，不得不无功而返。大漩涡有这样的事情？晚辈怎敢哄骗前辈？此事一连轰动了数年，才渐渐平息下来。前辈只要稍一问一下其他人，就可知此事真假。韩立点了点头，心中对此事稍感兴趣，但继续问了其他事情，特别有关木兰人和正魔2道这些年的举动，更是追问得仔仔细细。黄元明3人也是知无不言，没有一丝隐瞒的意思。全部问题主要由黄元明回答，另2名老者则不时地插口补充，务必让韩立满意。不久，韩立就对近些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，心中安下了心。除了古魔和漩涡的事情外，其他的所谓大事，不过是哪些地方出了什么灵药或宝物，或者2个修仙宗门结仇争斗一番，这些事情对于韩立来说根本就是无足轻重。
但韩立却始终神色如常，仍然一本正经地听三人一一道来。至于洛云宗的事情，韩立没去问，毕竟此地离西国太远，他们这等末流的家族不可能知道什么具体事情。真要打听洛云宗的事情，自然还是要去访视或者回归西国。听完了所有三人所有的叙述，韩立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，袍袖忽然一甩，青光浮动，一对金灿灿的短戈出现在了桌上。有劳三位道友给韩某解释了这么多，太好的东西在下没有，这一对断金阁法器就送与三位道友。多谢前辈赠宝，这是上阶法器。黄元明目光在那对金戈上稍微一打量，急忙躬身施礼，大喜过望。以他们三家势力，上阶法器倒不至于一件没有，但是三家加起来也不过是寥寥几件，个个视若珍宝。而现在只不过回答几句韩立的问话，就轻而易举得到此等宝物，自然是惊喜交加。这对断金戈虽然只是上阶法器，但若是配合使用的话，却并不比你们顶阶法器差到哪儿去。我昔年无意中得到，觉得有些意思，就一直留在手中至今。如今送与你们，倒也不算是埋没了他们。好了，好处已经给你们了，我就不久留了。日后若是有缘，也许还能再见。韩立稍一解释金戈的威力，就轻声一笑，周身灵光大放，骤然化为一道青虹，飞出了厅门，闪了几闪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三名老者一愣，没想到韩立说走就走，一点也不拖泥带水，口中一大堆的感激之言，不得不纷纷咽了回去。最后三人的目光同时落在那桌上的那对金戈上。这位前辈出手还真够大方的，竟然如此的送出一对上阶法器来。这要看是什么人了。上阶法器对我等来说自然是珍稀难得之物，但对这位前辈来说根本就不放在心上的。王兄，这话是何意？听你的口气，你好像认出这位前辈。王兄啊，你们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这人一出来就询问坠魔谷和那妖魔的事情，样子如此年轻，就有如此高修为，又自称姓韩，难道你们还不知道是谁吗？不要忘了，在坠魔谷围攻那2个妖魔时，除了战死的元婴修士外，不是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失踪了吗？你说的那人，那位韩前辈。黄明元一被提醒，脸色大变失声。圆脸老者也醒悟过来，同样是满脸的震惊。现在2位兄长明白小弟的意思了吧？这位前辈可是仅次于3大修士的存在，出手才如此的大方。听王兄如此一说，还真是有7、8分可能。不过不管是不是那位韩前辈，对于我等来说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们就算想攀附人家，这种等阶的修士也根本看不上我等家族，能得到2件上阶法器也是意外之喜了。估计也是这位前辈看在破坏了灵泉之水的面子，才是赠予。现在先说说这对金戈如何处理吧。沉默了一会儿，黄元明叹了口气，话语中仍含有一丝无奈之色。虽然机缘难得，像韩立这种等阶的存在，对他们来说实在是高不可攀，故而心中纵然惋惜，可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。听到黄元明提到这对金戈，另外2名老者也将韩立身份暂时搁置了脑后，再将目光瞅向了金戈，毕竟眼前法器的归属才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好处。3人当即为了2只金戈的归属和使用，开始长时间的商谈起来。